堂弟，该你了。怎么连剑胚都用不了？切，果然是贱卖闭塞的废物。19年了，连剑胚都催不动半分。都住口！经脉淤塞，灵力根本无法贯通，你这一身剑脉已彻底无药可救。伯父，我日夜苦练，从未懈怠。勤能补气，却补不了根骨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林家嫡系弟子，灵石丹药的功绩即刻停发。收拾你的行囊，另寻别处修行去吧。剑炉不留无用之人。慢着，这把佩剑是你12岁时家主所赠，如今你非林家子，还配何剑？剑炉祖训：剑在人在，剑折人离。你连剑都保不住，林晨，你还谈什么修道？断剑亦有锋刃，残铁亦可重铸。启明馆兄，告辞。这是什么？这材质不是寻常纸张，倒像是某种古兽皮。陈少爷，老仆奉家主之命，送来6枚地界灵石与托足文书。签了这文书，您与林家便再无瓜葛了。老仆在剑途当差43年，送走过许多弟子，还是头一回送走自家人。有劳老管这费心。陈少爷，您那剑脉，当真没有转圜余地了？伯父已亲手探查过，经脉淤塞，至此剑道一途确已走不通了。这2枚灵石您收着，43年勤恳当差，比我更有资格用它们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老徒只是个凡人，要灵石何用？买些年补药材也好。剑炉后山湿寒，您腿脚不好，用得上。陈少爷，您往后打算去哪儿？先下山再说。天地广阔，总有容我的地方。娘，您留给我的这东西究竟是什么？这声音不对，每一处石壁的回声都不一样，就好像这整面石壁本身便是眼见巨大的乐器。这些纹路在动，指的方向是崖壁深处。小伙子，天快黑了，怎的一个人坐在崖壁前发呆？老战，我途经此处，发觉这面石壁敲击之下能发出不同的声响，觉得稀奇，便多留了一会儿。你也敲出响声了，倒是少见。我砍了一辈子柴，这山里的石头会响，从小就知道。我祖上传下一桩旧话，说这山里头原本住过一位异人。异人？那这位异人后来去了何处？那人不使刀剑，专以天地间各种声响修道，鸟叫虫鸣，风过，平常的声音，在他鸟耳中全是大道之恩。往东去了，那异人便进了那座山，再没回来。多谢老放相告。敢问老丈如何称呼？一个砍柴的，哪有什么称呼？你要是不嫌弃，叫我一声柴翁便好。
天黑了，山路不好走，到山脚我家里歇一晚。萍水相逢，怎好叨扰？山里人没那么多讲究，你这小伙子顺眼，来搭个伴儿。你敲石壁能出青光，不一般。那便多谢柴翁了。或许是运气好，凑巧碰对了位置。世上哪有那么多凑巧的事儿？走吧，到家我煮一锅山菇汤，你尝尝。粗茶淡饭，莫要嫌弃。嚯，你这卷东西不简单，白天看着跟破纸似的，月了一照，倒显出明畅来了。柴翁收留一夜，已是天大人情。这月光下，是我母亲的旧屋。白日说的东方大山在何处？那位艺人究竟去了何处？那年我大约20出头，在山里砍柴，遇上一个游方道人，走下河路中，袖中隐隐有轻音鼓之声。鼓中修饰不用刀剑，以琴箫竹笛，叫修制之法。以琴为器的修道之人，轻音鼓，不以刀剑为器，以音律入道，可有什么入门之法？原来如此，娘，您当年哄我睡的这支曲子，正是剖开清骨的钥匙。您早知孩儿剑技不通，所以暗中留下了另一条路。昨晚说好不收你东西，这灵石贵重，我一个砍柴的哪里用得着？等着，山里日头罢，带着。莫说这些，走吧，趁天色早，日头还不烈。那曲子到山脚下再哼，莫要在路上招来什么不该招的东西。记下了，已经是第3回绕回这棵树下了。柴囊说过，不通音略之人，走到近前也找不到谷口。看来蛮力无用，须得用耳去听。晚辈凌晨远道而来，想寻青音谷求道。敢问前辈，谷口在何处？这是……不错，多谢前辈指引。今日共有7人应试，规矩只有一条。上台叩石，灵音绵玉酒，资财愈佳。中品以上入门，下品请回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师生不足3息，资质不符，请回吧。明时不认年资，只认灵音，请回。只是，晚辈习琴20年，可否再试一次？下一位，林晨。9出同镇，青音谷入门考巧之中，上一次出现这异象，已是20余年前的事了。只是，晚辈可算合格。准你入门，但出入者一律从外门杂役做起。3月后方可参加升为正式弟子的考历。这是你的杂役号牌，与丁字社17号。明日卯时到柴房报到。今日结果已定，中品之资5人：梁宇、陈松、许若兰、赵平安、孙彤，特别摄录1人林晨。凑巧罢了，我连灵力都没用上，全靠手指敲出来的。不用文力便能引动90同阵，这才是最不凑巧的地方。3位请随我到外树堂，领取返程干柳无用之人，但也不会让求道者空手而归。多谢执事。多谢。梁兄方才以小锤击石，手法倒是别致。先生有何指教？先生习琴20年，根基深厚，即便不入青音谷，也未必不能以琴入道。
明时不认我这20年苦功，这便是天意。你将来若能在阴修一道有所成就，便算替我这20年的琴坊生涯争回一口气了。五阴相生，多谢先生提点。工商角训语，原来母亲留下的残谱里，早已将五阴相生的门画成了图谱。那王姓琴师倒是一眼就看出了门道，杂役变杂役，能从剑炉走到这里，已是母亲在天之灵庇佑了。3个月后的正式弟子考报，我定要拿下。丁字社17号。对了，会议直至说明日卯时到柴房房报道。你可知道柴房在何处？我打听过了，柴房在外门西侧，挨着伙房。咱们杂役每天卯时到岗，劈柴、挑水、清扫时间，干到午时休息。听说3月后的正式弟子考写，须得凭灵音引动明时，绵延10息以上才算合格。这可比入门的5息难多了。林兄入门就10息往上，这考调对他来说该不难。入门是凑巧，考窍未必还能那么凑巧。3个月时间，须得好生打磨。那便一起好生打磨。这块木料的回响，比昨日那块短了2息。小皇子，你每天敲这些木头，敲出什么名堂没有？记下来做什么？晚辈只是觉得每块木料的声音都不太一样，想记下来，说不好。但不同的木头敲击声，有的温润，有的清冷，总觉得里头有门道。第一块树龄约30年，产宜干燥向阳处；第2块树龄逾50岁，生育阴湿之地；第3块年岁最浅，不足20年，靠近水源生长。全对，你学过辩才。我在乐器坊柞琴40年，像你这般耳力的年轻人，屈指数不马1只手掌。你师曾何处？不曾学过，只是偶得多了，自然记住了不同声音的差别。晚辈没有因修师承，我原是林家鲁弟子，因见脉被逐出中，凭母亲留下的一卷残谱找到此地。此物材质非凡，非筑基以上修为，不宜在人前多展露，好生收着，莫要轻易示人。多前辈提醒。今日这批弦木你肘过了吗？肘过了。东边那孔纹理紧密，抽声如金石，适合做琴马；东边那孔乌纹松松些，周声软软，做琴底皮更合适。那我再问你，同一段铃木，向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口起来有何不同？做琴面板该用哪一面？向阳面木纹紧实，抠声高而短；背阴面木纹松软，秋声低而长。该用向阳面，音色清亮，传得远。很好，你这份耳力不下于秦的老乡人。往后我得空了，再教你认几种少见的铃木。谢沈老指点。林岩，这批弦木是昨天就该码好的，你怎么还在翻这些旧木头？赵师兄，弦木我已经码完了，这批老杉木是沈老让你做什么？沈老那是客气，你一个杂役就该干杂役的活儿。我没有装腔作势，分辨色对修习深虑有益。剑炉不要的人，跑到这里冲什么行家？你那一套在这儿吃不开。廊下突然传来一声轻咳，赵成面色一凝，转头看去，一名内门女弟子正从廊下经过。顾师姐，打扰您了，我这就走。这位师弟，你手下那卷东西，可否借我一看？只是一卷家传旧物，不值一看。家传旧物，那纹路我看着有些眼熟，像是某本古籍中记载过的古兽皮。师姐见多识广，不过此物确实只寻常旧谱。也罢，师弟然在乐器坊当差，想来对音律自有心得，改日若有机缘，再向师弟请教。以听代修，不假外术，不凭能力，
只以静心聆听天地万应，淬炼自身神识。以听代修，不假外事，以静心聆听天地万音，将自然之音引入经脉，以阴引气，以生通脉。这是赵父翻身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各有厚薄冷暖，将自然之音引入经脉，化生为气，以气养脉，可成自身灵力。我有气感了。原来不是剑脉闭塞就无路可走，以阴引气，以生通脉，这条路，娘早就替我铺好了。清晨，凌晨走向乐器坊，他步步轻快，心静安宁。坊内，沈老正细致磨弦，细微的摩擦声清晰入耳。今天你来早了，今日醒得早，便早些过来。沈老，您磨弦用的是几木的砂石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磨弦？我在房里磨，你在房门口就听见了。听多了，自然就熟了。你昨夜是不是又翻那卷残谱了？沈老慧眼，昨夜照着谱上法子调嗲了半宿，耳力好像比之前更灵敏了些。既然摸到门径，就好好走下去，记住，别急着在人前显摆。弟子明白。考名额拢共就么几个，就该按入门先后排次序，3载以上的先上，新来的往后靠。钱师兄说的在理，不过听说上个月有个新来的杂役，小考拿了魁首，宋长老老特批他提前应试。识辨权重，说的神乎其神，不过是耳力好一些罢了。根基浅薄之人，就算侥幸过了，也必然露馅。钱师兄说的是，只凭一双耳朵，确实生不了正式弟子，所以我才来练功场，想多练一会儿。练功场今天有人用，你改日再来吧。那我便在旁边等着。这么晚了，谁还在吹箫？这道箫声里的历历运转，和我残谱上的纹路走向有几分相似。难道是那天在廊下见过的顾师姐？赵师兄，听说这次小考改规矩了，宋长老亲自备了10件乐器。10件便10件，我在谷中5年，各类乐器的音色都听过，不至于出大差错。那个姓林的也来了，上月他鸣石试音闹出的动静不小。鸣石归鸣石，变音归变音。我入门5载，听不下白堂考，他一个初来乍到的杂音，能有多少见识？今日月度小考规矩照旧，老朽依次催动案上10件乐器，每件奏罢，你们将所辨材质与制式写在纸上。第1件，寒铁方磬，这声音错不了。赵碰10件变出7件，方妙木鱼、铜铃、玉笙4件材质制式皆对，琴、绣笛3件材质对而制式错。谢长老。周平变出6件，
其余人多在3、5之间。张广、李顺只变出2件。林晨，方才考察时你一直执笔墨，现下尚前来，你的凿卷呢？弟子斗胆，向张长口述，请长老比对。可以，从第1件说起。第1件，寒铁所铸之方琴，亲体厚3分，产于北铁铁矿脉。第2件，百年令主所制之洞箫，竹节9段，产于古司南坡。那第3件呢？第3件，南海沉木所制之拍板，沉木在海中沉埋约120年，木质以化石，扣之如金石。这件拍板的沉木年份，木纹刻着“沉海120载”，你是如何听出来的？南海沉木沉得越久，扣敲声越密实，100年以上，见有金石之韵。此板扣声密实如积玉，约在120年上下。10件乐器，主材全对，制式全对，其中3件拍板、洞箫、玉笙，产地与年盛也说得8、9不离10。我在青音谷主考30多年，能辨到正精准程度的考生，屈指可数。林晨，月度小考10遍全中，按谷中旧例，免除你剩余2月杂役期限。下月初准您直接参加外门生弟子3关考选。谢长老。凌晨，你才来谷中多久，就能南海沉木的年份都听出来？怕不是光靠耳朵灵光就能练出来的吧？赵氏若是每天在乐器坊揪上几百块木料，也能练出来。你是在说我不用功？我只是说多听多练，总会有长进。赵师兄入门5载，听过的乐器比多多了，今日不过是一时失手。赵师兄，走吧。下月初还有3关考场，到时候见真章。今日生弟子考教第1关，名为变律。老朽在堂中依次弹奏3段曲调，每一段暗含数处例转折，你们需将位置与变化写在纸上。长老，3段曲调可有限制？无甚限制，能听出多少就写多少。入堂落座吧。钱师兄，这一关就靠你了。放心，变律靠的是神识，不是耳力好就有用的。第1段曲调，诸位凝神静听。第2段。第3段。前程3段曲调各写出7处，灵气转转，共计21处。不错，谢长老。林岩，你写了多少处？第1段4处，第2段5处，第3段3处，共计12处。林师弟，12处。方才宋长老说我写的21处不错。你写的21处有9处是错的。这3段曲谱的底本中暗藏的离离转转一共就是12处，但其中9处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，曲中并不存在。凌晨所写的12处1处不多，连顺序都丝毫不差。变律考的不是写的数量多，而是谁听得准。无中生有与漏听真音都是变律大忌。第1关变律，魁首林晨。林晨以绝佳耳力拿下首关魁首。长老，第2关才是见真正的地方。变律变得再准，手上没有实打实的灵音修为，也是白掺。那便第2关见分晓。你若不服，第2关好生发挥便是。钱师兄，方才堂中怎么回事？我听人说魁首是姓林的。这所不知曲调的林立写点，听得一字不差。宋长老当场判了他魁首。那第2关灵音催发，师兄可有把握？第2关靠的是手上真功夫，
他入门不过数月，离力修为能有多少？等着看吧。此人不能留，若真让他过了3关，以后在外门，你我还怎么立足？过了第2关再说吧。灵音催发可不是凭耳朵就能糊弄过去的。第2关灵音催发，登台者以指尖棍住灵力拨弦，需奏出3个以上连贯的灵音音节，方为合度。少于3个音节者，此关不通过。长老，我想先行登台。准。方才7个人都不行，他一个入门杂役，能播出什么？林晨，你方才拨弦之前，闭眼静坐了数息。那数息之间，你在做什么？弟子在听琴弦的本音，每根弦都有自己细微的震动，手指搭上去能感觉到。先听明白它的性情，拨出来的音才顺。琴有其性，弦有其声，你能先听后拨，这份心思比另立修为更重要。这一关，魁首依旧是你的。林师弟，留步。顾师姐有何指教？你能引动琴弦共振，说明你播出的灵音频率恰好与他们的本音一致，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天赋。师姐过奖，我只是他们的本音，然后照着播而已。照着扒，说得轻巧，我修箫12年都不敢说，残谱里究竟藏了多少东西？师姐，那真的只是一卷旧谱。你不愿说也无妨。不过第3关是音序实战，你可以去清音阁找我。残模的事我不会往外说。多谢师姐提点。前2关过了，第3关是音律实战，考的是对抗。以听代修，听的不光是天地万音，也是对手的音。你发出的每一个音，都会告诉我下一招。第3关对奏比咒，抽签定对手，2人各据一琴，以灵音相互攻防，音乱神散者为负，音稳气定者为胜。师姐，可知道具体如何用力？旧档中只有记来，没有详细的运气法门。不过清闲真人的凝而不散，本质上也是将理力压缩收手。你不妨将2者结合试试。将真人所授的收束之法与螺旋之法糅合。正是，真人所示骨架，残谱所在是血肉，2者合一，或许能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。还是散了，再来。10次里只有2、3次能勉强收束成线。残谱上的法子是对的，但我的手还不够稳。这一下对了。怎么，听灵琴出毛病了？不是毛病，弟子最近在练功法取法，音线收束总是不够稳定，想请沈老帮忙看看，是不是弦位需要调整。你在练镇弦诀？沈老怎么知道？听兰琴的弦是我上的，你用它弹了功法曲，弦上的熵力有变化，我一听就听出来了。功法取法需要高频震动，琴弦太松则音散，太痒则易断。我替你调到恰好的位置，你回去再试试。多谢沈老。去吧，练好了再来弹给我听。10次之中，已有7、8次能凝而不散。
虽然还不能破石开山，但总算出具雏形了。5日前连青财都震不掉，今日已能在石上留痕。照这个进度，再有半月，当能击穿3寸石板。几天过去，凌晨在后山苦练，他一击便打断了高处的残藤。这动静来了巡山经过的陆恒，他驻足一旁，暗暗观察着凌晨。以凝气5层修为发出这般凝实的阴线，而且10丈之外仍有余烬。这镇弦诀在他手上，威力比寻常内门弟子还要强上3分。师尊，今日弟子巡山途径后山，看到凌晨在崖壁前练琴，他发出的阴线凝而不散，10丈外折断枯藤，手法已颇为纯熟。用的是何曲法？看灵力走向是镇弦诀的路子，但他用力时指尖有螺旋之劲，与寻常的收束之法有所不同。弟子从未见过这种手法。螺旋用力之法是上古律修一脉的独慢手段，此子身上那卷残谱，恐怕比我们想的还要深。师尊，要不要弟子去查查那残谱的来历？不必，个人有个人的机缘，我们不必刻意去打探。倒是他的进境比预想的快了不少。那下回内门月度比试，将他的名字报上，让他与内门弟子交手，看看能到何等程度。本月度比试参试者共16人，抽签定对手，点到名字的上墙前抽签。外门旁听弟子，你运气不好，抽到了我，请师兄赐教。孟和修习功法已2年，在门中虽不算顶尖，但压制之术颇有火候。凌晨这一场不好打。甲组比试开始。孟师兄这招朝阴压顶，范围真广，寻常宁七七的对手根本避不开。这是什么用力手法？我的声波屏障覆盖整张歹面，你怎么可能一穿而过？孟师兄的声波范围虽广，但灵力分布不均，声波正中那一处最为薄弱。我用收束之法集中一点，自然能穿过去。阴线穿过对方声波屏障后，仍有余烬在台面上留下凹痕，力度控制合当，没有伤及对手。此局平局。平局？他那一击连我的衣角没碰到。若他击中的不是你琴前3寸，而是你胸口呢？你的声波已经散了，他的阴线还凝着。这一局平局已是公赢之判。方才那一线穿波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孟师兄的声波范围虽大，但我在聆听之法中感知到，他声波正中那一处里力最薄，再加上螺旋用力收了阴线，集中一点穿过，便成了。以凝气5层穿透凝气9层的声波屏障，还能精准控制落点不伤对手，这份眼力与控制力，放在内门也不算常见。师姐过奖，若孟师兄没有轻敌，一出手就用收束之法，而非大费为压制，我未必能穿过去。你能看到这一点，比赢下比试更难得。我去跟清闲真人说说今日这场的细节，你那螺旋用力之法，真人多半会感兴趣。孟香那道伤波看似铺天海地，实则灵力分散，正中反而最薄。若我面对更强的对手，对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清闲真人说过，攻伐之阴要在凝而不散。镇弦诀我已少不掌握，但任对手也精通收束之法，双方比拼的就是谁更凝练。林师弟，清闲真人要见你。真人要见我？可是因为昨日比试的事。昨日我将你在演琴台上那一线穿波的细节说与了真人，他听完后让我今日带你去见他。走吧，别让真人久等。师姐，真人素来严明吗？清闲真人授课时确实不苟淡笑，但对用心习习的弟子从不吝惜指点，你不必紧张，真人问什么你如实答便是。以凝气5层穿透凝气9层的声波屏障，所用手法不是镇弦诀原本的路数。你那道阴线的用力之法，从何处学来？弟子将镇弦诀中的灵力走向稍作变化，把原本散开的灵力拧为一股再入弦，
此法是在反复试炼中自行摸索出来的。自行摸索，一个刚入外门不过数月的人，在镇邪诀的基础上自行摸索出螺旋用力之法，倒是少见。弟子在乐器坊帮工时，常听沈老说琴弦的拧爪角度会影响音色，由此想到灵力入弦是否也有类似的道理。这倒是个有意思的想法，你弹一遍给我看。你再来一遍，这一次放慢速度，我要看清楚你人力入弦的角度。停！你灵力出弦后有半息松动，若遇上更强的对手，对方会抓住这半息的空当，在你阴线尚未完全成型时击散它。弟子确实未曾察觉，敢问真人，这半息松动该如何弥补？你看着。你的用力之法是对的，但过于刻意。弦是引，不是容器。灵力通过琴弦时，要像水流过河道，而不是像拳头打进布袋。像水流过河道。你回去后不必急着练速度，先把离力出弦后那半息松动补上。每天放慢动作攀100遍。弟子谨记。日后若有不解之处，可以随时来客室请教，不必拘立于旁听身份。去吧。真人方才那一手收放自如的运弦之法，与我现在的路子确实不同。他那灵力从头到尾不见散逸，我与之相比差得太远。清闲真人很少单独抵电外门弟子，他对你算是格外看重了。你也不必妄自卑卑，真人修了多少年，你才修了多久？他那句水流过河道，你可领悟了？有一点，但还说不清楚，得回去慢慢琢磨。琢磨透了，下次月度比试未必只是平局。成了，灵力出弦后，那半息松动总算补上了。用这法弹抚流曲，效果也比先巧了许多。清闲真人那句水流过河道，原来说的不只是功法。林师弟，玄律真人让我给你带个话。陆师兄请说。静心渊中有一名内门弟子，筑基期寒青竹，半年前因故积郁于心，修为停滞至今。真人的意思是想让你去试试。让我去？我不过外门弟子，修为尚浅，怎敢给筑基期的师兄调底心性？真人说了，心绪之症不在修为高低，在于能不能找到症结所在。真人觉得，或许你能对症，那我便去试试。韩师兄现在何处？就在静心天境室，随我来。韩师弟半年前外出历练时遭遇变故，回来之后便心神不展，丹田灵力运转无碍，就是神识被郁结所困，无法入定。他此刻是醒着还是入洞了？半醒半背，神识在混沌之间，你有把握吗？我不做保证，只能试一试。有效果了，入定了。这是半年来韩师弟头一回自行入定。林师弟，你这琴音当真不是寻常手段。我只是听了他的气息，找到淤结所在，淤结的走向轻轻催开了一道缝，真正走出来的是他自己。真人笑得没错，你对心绪之症确有独到之处。改让韩师弟若完全恢复，我再来告诉你。他胸口那处注色松动了半指，明日我换个弹法。换什么弹法？真人教过我灵力收放之法，我想把它融入辅疗曲里试试。外门弟子灵言，奉玄吕真人之命，为师兄调理气气。3处滞涩消散了2处，灵气已能自行运转大半。
韩师弟，你感觉如何？胸口的石头好像被人搬走了一块，虽然还剩些分量，但能喘过气来了。恭喜韩师兄，你方才弹的那段旋律，与我从前听过的巍巍之曲都不一样。我只是先听了师兄的气息，再照着气息走向对对泻药。不是我高明，师兄愿意听。韩师弟积郁半年的心绪已有松动道息，不过他丹田深处还有一道更沉的郁结，尚未化解，非一日之功。真人命我将此物交给你，静心渊通行令牌，持此令可入渊，不必事先通蒙。真人如此信任，弟子不敢辜负。韩师兄那边后续如何？你能自行入定半个时辰。他丹田深处那道郁结，真人说先不必取，让他自己静一静。我明白，心绪之症，旁人只能帮到7分，剩下3分得靠自己。林师弟，韩青竹丹田深处那道郁结，今日有了些变化，但我以灵力探查时，他丹田深处仍带着一股不安之意。不安之意，表层滞涩消散后，藏在底下的东西反而浮上来了。正是，真人让我来寻你，说你那聆听之法或许能听出那不安的来历。到松林里说。半年前，韩求与一位同门师兄结断外出游历，行至东南一处山地时，遇上山洪。然后呢？两人本已撤到高处，但韩青竹那位师兄听到村中还有人的喊声，又折返回去救人。宗门旧档中关于韩青竹游历一事的记载，我抄回来了。旧档上写的是天灾，他心中写的却是人祸，不是别人的人祸，是他自己的人祸。这次不抚慰，抚慰是让人忘掉不安，他现在不需要忘掉，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。讲出来？他半年来不曾开口说起当日之事，那道郁结，就是那些没讲出来的话凝成的。我弹琴，让琴音替他说。那日我离他只有10步，10步3息，我若没有回头看另一边的土坡，这3息就够了。师兄，那3息不是你的错，今日已松动了一丝，照此法再弹几日，当能将那道郁结彻底引出。他方才叹了气，这口气他憋了半年，叹气就是开始松了。今日多弹一段，救了3个村民出来，自己却被第2波洪流卷走了。韩青竹眼睁睁看着师兄被洪水吞没。林师弟，这卷杂记是我早年游莲时抄录的，因修见闻散录，兴许对你有些用处，放在这里，你走时带上。韩师兄，今日感觉如何？好像从一场很长的梦里醒过来，梦里全是水声，现在水声停了，经脉流转恢复如常，停滞半年的修为根基已重新开始缓慢增长，丹田中那道郁结散了，再过半月当可完全恢复旧观。治好你的不是我，外门那个叫林晨的弟子，用他的琴音替你搬开了石头，你要谢便谢他去。今日便将韩青竹编出静心渊，回归内门居舍，静室空出来，留给下一个需要的人。弟子这就去办。林师弟，韩师兄，师兄气色比在静室时好多了。真人说我再过半月便可完全恢复，这半月来我每日入定4个时辰，停滞的修为正在慢慢回来。恭喜师兄，别起你为我多日弹琴，一本旧书算不得什么。改日你若得空，我请您喝杯茶。好，改日定当赴约。这块玉的材质和残谱的纸面有点像，这残绿的写法和我那卷残谱上的标记方式如出一辙，莫非它所到之处与万绿归元有关？这些线条像是地形图，但太淡了，看不清具体方位。灵力部或许需要更强的修为才能将它完全激活。不过方和山地有水源。沈老，弟子有件东西想请您看看。
你这小子哪里得来的这东西？内门韩青竹师兄所见，说是早年游林时所得。沈老认得此物。这是绿玉，上古修士专门用来群刻音律图谱的灵玉，材质与寻常灵玉不同，能储存灵安共振的痕迹。绿玉与我那卷残谱的材质可关系？你那残谱用的是古兽皮，绿玉是矿石，材质虽不同，但功用却相似，都是用来承载音律法门的载体。沈老可知哪里还有类似的绿玉？这你得去问顾清蕊，他整日泡在清音阁翻旧档，知道的比我多。你托我查绿玉的来历，我翻到了一则旧档记载。鸣沙岭，鸣沙岭在清音谷东南方向，旧档上说那一带有古仙士遗留的洞府遗迹，曾有弟子在遗迹外围捡到过绿玉碎片。师姐再看看这个，韩师兄随古玉一起留给我的曲谱残章，上面的节律标记方式与我那卷残谱极为接近。这节律标记的笔法确实与宗门现行的记谱法不同，倒像是100年前失传的律修古法。这就是鸣沙岭，山谷间有一片风蚀峡谷，复杂，常年有风沙。你若想去找那处古修士洞府，至少要做足2样：第一，修为，你现在宁气5层，独自外出游历不够稳妥。修为之事我心中有数，地图方面师姐可有建议？韩青竹当年去过鸣沙岭，他如今修为正在恢复，等他完全康复后，他手上或许有更详细的路线图。林师弟，韩青竹托我带话，他修为已恢复8成，想请你去喝杯茶。这是我游历鸣沙岭时带回来的野茶，味道粗了些，回甘极长。果然回甘牛肠。韩师兄还想问一问鸣沙岭的事。我猜到了，那块古玉和曲谱残章，你看出名堂了？顾师姐帮我查了旧档，鸣沙岭深处有古修士游的洞府遗迹，100年前曾有弟子在那里捡到过绿玉碎片。这是我当年游历鸣沙岭画的图，古玉和残章在峡谷深处，石室已埋在沙土之下，我只探了外围便退了出来。多师兄，这份地图比宗门旧档中的详细得多。不必谢，这一份旧地图算不得什么。不过那处洞府的深处我当年没能进去，里面有没有凶险，我也说不准。我明白，去之前我会做好万全准备。丹坛灵气自行轰动，这是破境的前兆。一夜过去，天色渐亮，凌晨的气息正悄然突破，从凝气5层顺利升至6层，灵力经脉比以往更加绵密。你身上的气息变了，什么时候破的境？昨夜照着残谱上煞门调息弹琴，不知怎么就破了。不知怎么就破了？爬人冲关少说要准备3、5日，你倒好，弹着琴就过去了。凝气6层的灵力比5层厚了不止1整，琴弦张力须得重新调整，才能和你的修为相合。沈老连修为变化对琴弦的影响都听得出。造了40年琴，这点耳烙还是有的，你试试。果然比之前顺了许多。林兄，你身上的气息怎么跟昨晚不一样了？昨夜侥幸破了境，凝气6层了。凝气6层，咱俩同时入的门，我还在凝气2层晃悠，你都6层了，你到底是怎么练的？每日早晚各调息1个时辰，白天在乐器干活听木声，晚上仗着家传旧谱弹琴，没别的秘诀。
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但每一天都不能断。你说的轻巧，每一天都不能断，这才是最难的地方。昨夜破境了。是。凝气6层，金尘刚稳固。入门不到半年，从剑脉不通到凝气6层，你这进境在外门近10年的弟子中算得上头一样。全靠谷中掌办抵点，非弟子一人之地。不必自寻，今日叫你过来，是告诉你，凝气6层之后，可以去岑经阁领取几种基础的辅疗曲谱。弟子明白，敢问长老有哪些曲谱？清心引、安神调、归元散3种，都是辅疗方向的入门曲谱，与你之前为周胜、韩青、竹琴调理的路子相近。原来如此。去辞金箍报我的名字，自会有人拿给你。谢长老。这就是内门的正统辅料曲谱，比我自己在残谱上摸索的详细。韩师兄这片残章上的旋律，比归元散还要深一层。看来鸣沙岭那处古兴师洞府里，藏着比宗门现行曲谱更古老的阴修法门。这是最后3传，清音阁中所有提到鸣沙岭的旧籍都在这里了。你到底要找什么？古修士洞府的具体位置。这些旧简里，但凡有提到鸣沙连地形、遗迹、意象的记载，我都摘出来，拼在一起。那拼出什么了？旧典中3条记载指向风石峡谷深处一处石壁，一处说石壁上有矫情浮雕，一处说石壁附近地下有嗡嘣声。最后一条记载写的什么？还有一处说100年前有弟子在那一带捡到过绿玉碎片。3处记载指向同一片区域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越快越好。不过还需要一样东西，真人准许外出的令牌。鸣沙镇距此半月路程，你一个凝气6层的外门弟子，独自走这么远的路，遇事无人照应。弟子知道修为尚浅，但古玉与残谱的呼应越来越明显。若不趁着线索尚清晰时去查，怕日后生变。陆恒，弟子在。你早年游历东南，那一带的体型你熟，此次便随林晨走一趟，路护上护他高全。弟子遵命。此行以探查为主，遇不可为之事不可强为。古书氏洞府中若有机关禁制，以陆恒的身法当能应对。弟子谨记。沈老，弟子明日便要出发，去鸣沙岭，来回怕要1个多月。今日特来辞行。鸣沙岭那地方风沙大，气候干燥，琴在那种地方容易跑弦，置换琴弦7根，按听兰琴的尺寸裁的。松枝是用来氧化弦面的，走长路琴弦容易干涩，每隔3、5天抹一次。你早年游历东南，那一带的体型你熟，此次便随林晨走一趟，路护上护他高全。弟子遵命。此行以探查为主，遇不可为之事不可强为。古书氏洞府中若有机关禁制，以陆恒的身法当能应对。弟子谨记。沈老，弟子明日便要出发，去鸣沙岭，来回怕要1个多月。今日特来辞行。鸣沙岭那地方风沙大，气候干燥，琴在那种地方容易跑弦，置换琴弦7根，按听兰琴的尺寸裁的。松枝是用来氧化弦面的，走长路琴弦容易干涩，每隔3、5天抹一次。你那张图上标注的3条路径，
最左边那条多半走不通。陆师兄怎么知道？那条路要翻过鹰槽涧，我3年前走过一次。涧上石桥被山洪冲断了，至今没人修。另外2条呢？中间那条沿河谷走，路程最短，但地势低矮；右边那条绕山脊，路远一些，但干燥好走。我想走右边那条，河谷那条不好走。雨季刚过，河水还没退，岸边泥泞难行。陆师兄去过东南一带，可知道鹰沙岭这个名字的来历？据说那一带的山石含铁量高，风吹过时会发出细密的沙沙声，所以叫鸣沙岭。风过山石皆有声，若以聆听之法去听，那座山本身便是一件巨大的乐器。这就是鸣沙岭了。沙石里确实含铁，颜色比别处的石头深。我3年前到过鸣沙岭西侧，东侧这边没来过。你那份布帛图呢？拿出来对着山势看看。不对，图上的山脊走向和眼前的不一样。你看这里，图上这座矮山应该在峡谷东侧，但眼前这座山明显在西侧。100年前的旧图，山系有变势常势，风雨冲刷、山石塌方都能改变地形。我们得重新探路。这条路被堵死了，你那图上3条路径，这条已废，碎石断口新鲜，是去年雨季塌下来的。还剩中间那条和右边那条。中间那条绕河谷，我们来的路上远远看过一眼，河谷2大的崖堰塌了大半，路基都冲没了，也走不通，只剩最右边的那条了。只是这条路在图上也只画到一半，后面的地形没有标注。韩师兄当年也只探到这里。不对劲，一带灵气越来越稀疏，我放出探路的灵力散得比平时快了3成。你感觉到了吗？感觉到了。不只是灵气疏薄，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吸灵气，周围的灵气都在往那个方向流。你能听见那个方向吗？我试试。地底深处有一道嗡鸣，角履与我残谱上的纹路走向一致，不是自然的地脉声响，应该是那处古洞府中的某种阵法还在运转。能判断方位吗？嗡鸣最密的方向在那边，古洞府就在那个方向的地底深处。老丈，我2人是青阴谷弟子，来此探访一处古修士遗迹。天色将晚，想向老丈打听一下路径。青阴谷倒是有些年头没见过青阴谷的人了。要找的古洞就在石壁底下。老丈知道那处石壁？那片石壁上的老藤是我爷爷那辈就有的，藤底下确实有扇石门，不过村里几代人都试过，没人推得开。没人推开过。地底深处有一道嗡鸣，角履与我残谱上的纹路走向一致，不是自然的地脉声响，应该是那处古洞府中的某种阵法还在运转。能判断方位吗？嗡鸣最密的方向在那边，古洞府就在那个方向的地底深处。老丈，我2人是青阴谷弟子，来此探访一处古修士遗迹。青阴谷倒是有些年头没见过青阴谷的人了。要找的古洞就在石壁底下。老丈知道那处石壁？那片石壁上的老藤是我爷爷那辈就有的，藤底下确实有扇石门，不过村里几代人都试过，没人推得开。没人推开过。这琴身上的纹路和我残谱上的纹路走去几乎一模一样，纹路的走向、转折、疏密一模一样。这道石门不是普通的洞府入口，是专为律修者设的。你能打开吗？门后空间不小，
而且这扇门内部是中空的，有机关。那个月石锤的曲子不对，不是随便一段音律就能开门，得是这扇门认得的那段旋律。门开了。我这把年纪总算看到这扇门开了，你们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着。不过记住我的话，里面若有不该动的，别乱动。这些刻槽是用来引导声音流通的。设计这条甬道的人，把整条通道做成了一件巨大的传音装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步脚步声都会被这些刻槽传到洞府深处。刻槽全部通向深处，这洞府的主人对声音的控制到了极精细的程度，恐怕不只是传音，说不定还有变音的功能。谨慎些，顺着甬道往前走，不要碰壁上别的东西。律玉者，阴脉之持体也。阴脉相通，则律玉相明，以玉为引。这里还有一美玉，可感千里之外同源之声。材质完全相同，纹路走势也一致，但这枚新玉上的曲谱比旧玉那枚更完整。这石室中除了玉和竹简，还有别的。你看四壁，这座山的轮廓，三峰环抱，中间一渊，这是青阴谷的地形，阴脉相通，万里可应。什么意思？说的是阴脉之间可以互相感应。这张山脉走势它标志的不是普通的地形，它标注的是阴脉的分布，青阴谷只是其中一处。也就是说，类似的古沙氏遗迹不止这一处，至少还有4、5处。图中交了符号的山峰，每一处都可能藏有绿玉或者残卷。这竹简后半段讲的是绿玉共鸣之法，说你若能激活绿玉中的阴脉印记，便能用它感知远方同源之物的位置。竹简不带走，竹简是这间石室的一部分。那位古修士把它留，应该是这给后来者看的，不是让人据为己有的。我把内容抄下来就足够了。你倒是守规矩，伐人恨不得把珠子都抠走。沈老说过，琢琴的人要对木头有敬畏之心。我想修炼也是一样，该取便取，该留便留。你感觉到了吗？灵气流动的方向变了，外界灵气道进来了。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，洞府中的灵音装置可能也会受影响。那就快走！古书是洞府的机关，多半与灵音联动，灵气变化太大，容易触发不该触发的东西。门又关上了，这倒是奇了。他认人，进去过的人出来，他就自己关了。不是认的人，是洞中的灵气平衡恢复了，机关便会自行复位。老丈，多谢您指路。谢什么？我一个采药的，就是多句嘴。你们在里面找到要找的东西了？找到了一些，不过最重要的不是东西，是前辈留在石壁上的线索。那就好，走吧，回石屋喝完水再赶路。这山泉水是后山石缝里渗出来的，比外头的河水甜，喝了再走。多谢老丈。敢问老丈，这鸣沙岭除了我们今日去的那处石壁，可还有别处类似的古洞？我在这山里转了大半辈子，只见过那一处。不过我爷爷那辈人说过，鸣沙岭地下是空的。空的？是啊，
古术士是在底下挖了大片洞府，你们今日进去的，怕只是冰山一角。地底还有更大的空间。都是传说，我自个儿没下去过，我也不想下去。你们修道人探寻古地是正事，但别逞强。老丈说的是，我们这边回谷，不贪多。这两枚玉在合奏，不只是合奏，他们发出的是同一段旋律，但旧玉的声音高半截，新玉的声音低半截，一高一低，恰好是双弦共鸣的和谐音句。这段讲的是绿玉的真正用途，将两枚绿玉分别放置在音脉的两个节点上，便可通过玉间的共鸣，感应到远方同源之物的位置。同源之物指的是什么？同一种法门修炼出来的灵音，或者同一种材质制成的器物。这么厉害？残谱上说，只要掌握了绿玉共鸣之法，就能用它来寻找万绿归元其余6卷的所在。你现在能有这种感应吗？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只能让两枚玉在近距离内共鸣。想要感应远方的同源之物，至少要到筑基期才行。不急，东西已经到手，法子也有了，修为慢慢提便是。怎么了？绿玉的晕鸣在减弱，离座洞府越远，他们就越安静。这说明共鸣的范围确实有限。你残谱上不是说，需要激活玉中的阴脉印记，才能远程感应吗？对，目前他们只是近距离内的自然共鸣，要想实现万里感应，须舍以琴音为引，才能将绿玉中的印记激活。这次回去后有3件事要做：第一，将今日所得与顾师姐整理的旧档对照，找出其他几处可能藏有残卷的阴脉节点。第二呢？第二，修习新得的竹简法门，尽快掌握绿玉共鸣之法。第三是什么？提升修为。凝气6层想催动绿玉的远距离感应，灵力远远不够。你们比预计的晚了3日。路上遇到山洪改道，多绕了些路，人平安，东西也带回来了。顾师姐，鸣沙岭那处洞府的石壁上刻着一幅山脉走图，我踏了下来，图上有好几处标注，其中一处是青阴瓜，其余几处在什么地方？我在路上对比了你的旧档，其中一处标注在青阴谷东北方向的暮云山脉，另外几处距离太远，一时难以辨认。暮云山派距此约10日路程，比阴沙岭近。你想去？不急，这次在洞府中得到了1卷竹简和1枚新绿玉，我先将竹简上的法门吃刀再说。阴沙岭古洞石壁上所刻的山脉宗语图与古传，壁上标注了多处山峰，其中1处为青阴谷，其余几处弟子未能辨认。这8个字与青阴谷开派时手稿中的一句话几乎相同：天下阴修本是一家，阴脉如地脉，通通则能相感。真人的意思是，留下这间古洞的前辈与青阴谷开派祖师相识。相识与否不敢断言，但二者所学同出一源，当无疑问。你将那2枚绿玉取出来。这段旋律的节律与开派手稿中记载的一段古曲极为相近。那首古曲名为《归元引》，是上古律宗用来感应同道的音讯之曲。归元引，嫡子在残谱中见过这个曲名，但谱中只存了半，无法完整弹奏。绿玉中封存的正是归元引的完整旋律。你再看看这2枚玉的材质纹路，与你那卷残谱的纸边纹路对照一下，纹路完全相合。残谱和这2枚绿玉出自同一位前辈之手。能同时留下残谱与绿玉的阴修，修为至少也在元婴之上，此人所图必然不小。竹简上说，
将绿绿放置在阴脉节点上，便可感知整条阴脉灵力流。这与残谱中以听代修的法门讲的是同一个道理。残谱讲的是向内听，听自身的经脉与气息；竹简讲的是向外听，听大地的阴脉与灵音。一内一外，同一条大道。这上面的曲谱课文，我在藏书阁一份旧档中见过相似的东西。七处吉律完全一致。这份残谱抄本是50年前一位内门长老从一本更古的旧籍中申抄的，原书据说出自律宗之手。归元引清音阁旧档中有一则记载，说此曲是上古律宗用来联络同道的音讯之曲，曲谱早已失传，如今谷中无人会弹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竹简上说，绿玉可以感应远方同源之物，我想试试。原来绿玉的用法不是单独感应，而是成对使用，两枚玉互补，在丹田处形成共鸣后，能将神识的感知范围扩大数倍。山门处有风声，手鼓老翁的竹筒被风吹动了，在石面上轻轻滚动。这绿玉的材质硬而不脆，温而不凉，倒是个好东西。你方才说把它放在琴上，琴音会变。弟子试过，将绿玉贴近琴身时，弹出的音色比平时浑厚，但玉与琴身之间有空隙，震动传递不充分。这好办，我在听兰琴的乐山两旁各开一道细槽，大小刚好嵌进这两枚玉，玉与木贴合紧密，震动传递便无损耗。试试。银色厚了不止一层，而且绿玉本身也在颤抖，像是在为琴音叠加了一层额外的共鸣。这段旋律不是一支完整的曲子，它的结构不像寻常乐曲那样有起承转合，倒更像是一道信号，一段用来被远方听见的邀标。就像夜里燃起的火光，你若将它朝着某个方向送出，远方若有同源之物，便会以相似的拥鸣回应。真人可知道该朝哪个方向送？你得的山漠总督图上标志了多处阴脉节点，最近的一处在西北方向，约1000里之外，地名冷泉谷。我该怎么做？你每夜子时月华最盛时，将这段腰标朝西北方向送出一次，若有回应，便是找到了下一卷的线索。没有回应，要么是方向不对，要么是距离太远传不到。第2夜了，还是没有回应。难道冷泉谷那处节点已经废弃，没有留下任何能回应的东西？竹简上说不是及时回复，那就再弹一夜。来了。3长2短，再2长1短，这节穗和你诉出的新标不完全一样，但节奏骨架一致。这不是回声，是另一件东西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你。真人也是这样判断的。那嗡鸣来自西北方向，距离大约1000里。师姐可知道那一带有什么古修士遗迹？西北方向1000里之外。玉图上对那地方只有简略标注，说是一处废弃的山坳。有没有更详细的记载？玉图上是没有了，但我记得有一回在旧档中见过冷泉谷的名字。这本旧卷是80年前一位外出游历的内门弟子写的见闻录，他在里面提到冷泉谷。你翻到倒数第3页。80年前有弟子在冷泉谷见过绿玉，那枚绿玉很可能还在原地。那个弟子说石煞在半山腰一棵老树后面。你这次去有了明确的目标。师姐，这本旧卷能不能借我几日？我想把记载拆抄下来。你直接带走便是，反正放在这里也是落灰。不过你要去冷泉谷，得先经过真人同意。3夜3次送出烧标，第3夜收到回应。
那回音来自冷泉谷，当无实隐。80年前有弟子在那里见过绿玉，你去走趟便是。多谢真人。不过此去冷泉谷比鹰沙岭更远，干程便要半月以上，补给不易。沿途多是荒山野岭，你需备足干粮药物，不可大意。陆恒，弟子在。你上次护送林晨去鸣沙清，陆系人也熟，这次再去一趟，护他周全。弟子遵命。此外，每晚若条件允许，仍以星标朝冷泉谷方向发出，离得越近，回应越清晰，便于你准确定位。林师弟，有客来访，不是谷中的人，是萧音阁来的。萧音阁是那个以萧修为主的宗门。正是，来人是萧音阁内门弟子，名叫柳无闲。他说奉他司门之命，送一份古谱抄本给青音谷。真人让你一同去见见他。好。萧音阁柳无知奉师命前来拜见真人，此行携来一副古谱抄簿，师门命我亲手呈交青音谷。这一页提到了冷泉谷。正是，抄本中记载，当年律宗有一支旁系弟子曾在冷泉谷设过一处传音之所，用作联络周边各宗音讯中转。你看看，与你从鸣沙岭带回来的竹简内容对照一下。你便是凌晨。我在萧音阁便听说青音谷出了个以残谱入道的外门弟子，今日一见，倒是比我想的年轻。柳师兄过奖，师兄持萧而来。萧音阁与青音谷一脉同源，晚辈有许多疑问想向师兄请教，请教不敢当。听说你要去冷泉谷寻访李玉遗迹，我手上的旧档对那里也有记载，愿意同往一行。柳师侄金丹修为，同行是好事。林晨，你可愿意？弟子愿意。此去冷泉谷便稳妥多。那便定了。明日启程，今晚各自准备。沈老，弟子每次都拿您的东西，心中过意不去。少废话，琴弦断了，别找我哭就行。顾师姐，青音阁中若有关于冷泉谷的新发现，可用贵阁的传讯玉符告知我等。传讯玉符，真人已备好了。三位此行平安，早去早回。这是冷泉谷地形图，多标了3处古建建筑位置，有1处传音殿和2处石室。这传音殿的位置与旧卷石室方位相差不到3里，二者是同一片建筑群不同部分。刘师兄，旧档中对传音殿有没有更详细的描述？旧档说殿内不过3、5石室，但它的妙处在于选址。怎么说？传音殿必定建在音脉节点之上，借助地脉中的天然灵力来放大传出的音讯。你手上那2节绿玉，在音脉节点上共性会更强。那到了冷泉谷，我可以用绿玉来验证传音殿的具体位置。柳师兄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：萧音阁的音修之法与青音谷的琴修之法，在源头上有何兄？你问了个大问题。这么说吧，琴萧本是同源，上古理宗党盛时，琴萧并不分家。后来怎么分开了？后来律宗分裂为南北2脉，南脉留在青音谷，以琴为主，讲究韵致；北脉去了萧音阁，以萧为主，讲究气势。萧重气，琴重韵，那2者可有相通之处？大道相通，皆是真气与余韵，归根结底是灵音与天地共鸣。这句话弟子记下了。不急，
你的听劳琴我昨夜远远听过一次，音色确实不错。到了冷泉谷，你我琴箫合奏一曲，兴许能引出更多线索。这一带地面上的碎瓦与石基，说明附近曾有修士活动过，与地图上标注的吻合。冷泉谷外围曾有律宗旁系弟子散居，后来随律宗衰落而废弃。再往前走，应该能看到更多旧迹。这里的灵气比鸣沙岭要浓郁，地脉中的灵音也更清晰，是个建传心殿的好地方。今晚在此歇宿，明日天亮再赶路，中午之前当能进入冷泉谷。回应比上回清楚多了，就在那个方向，不会超过100里。消音阁旧档中记载，传音殿中常是有一种名会自动会收到特定旋律的运讯，也就是说，传音殿的还在运转，至少回音石还完好。至于其他装置，得进去看了才知道。旋律真人传讯，冷泉谷水脉有变，需避开。冷泉之名，莫非与此有关？旧档中确实提到冷泉谷地底有暗河，传音殿选址在此，或许也是看中了下煞水脉对音讯的传导作用。2枚绿玉的回响就是指向这里。绿玉对这面石壁有反应，先别急着嵌玉。入恒，你把槽底刻痕踏下来。好。刻痕不是随意为为，是规律的深浅变化。这是绿纹，与绿玉上的刻痕应该是同源的。明日我们再细谈。今日先在此扎营，我将残谱取出比对。也好，天色将暗，谷中光线不足，明日再动手不迟。果然与绿玉尺寸分毫不差，玉与槽完全汇合，这石壁就是为绿玉而凿的。凌晨，你试试敲击绿玉。哼。石壁内部是中空的，共振传得很远。我来试试以消音引动。果然如此，这凹槽是个传音道，绿玉则能改变音色。寻常消音过玉后，竟成了鼓声。昨日踏下的刻痕呢？拿来看看。我昨晚仔细看了，刻痕的深浅变化很有规律，像是某种律谱的技法。你们看，残谱上的绿字纹路与石壁刻痕方向完全一致，确实是一条线。残谱上一直隐去的下半部分呢？下半部分显现了，之前一直隐着，此刻与石壁呼应才显出来。原来是需要石壁的光照才能显我，这射进的法子倒是巧妙。这段旋律与我在鸣沙岭古市听到的正好首尾相接。首尾相接，那便是完整的一段了。对，两段旋律拼在一起，才是一条完整的引路曲。既然律完整了，这石壁应该还有别的机关。我试试用这段旋律来调绿玉的位置，绿玉的位置与旋律节律对应，每调1寸，声音就变1次。有了，在这里。是块活动石板，周围有碎石卡住了。下面有石阶，通向横向甬道。我先探查一下里面的气息。空气虽旧，但不浊。深处应该有极细的通风口，与外界相通。那里面应该没有塌擦的危险。我先下去看看。
甬道壁石料比鸣沙岭那间古石更粗糙，开凿年代应该更久远。没有问题，可以下来。好，这甬道的石料切割手法很古旧，不是近几百年的手艺。看凿痕的走向，用的是上古契修的手法。这处遗迹的年代恐怕比鸣沙岭那间古屋还要早。前面有光。3块绿玉嵌在壁上，排成品字形。四壁打磨的这么光滑，却没有任何陈设。这件石室唯一的东西就是这3块绿玉，它们大小不一，但材质相同。这些都是青玉制质。壁上3玉对我的绿玉有感应，它们同源。5枚绿玉，如今都在这里了。这石室就是为收藏绿玉而建的，如今5玉齐聚，应该会有更大的反应。凌晨，你先别急着取下壁上的3玉，我们先确认石室是否稳固。柳师兄说的对，我查一下石室的结构，石室结构稳固，可以动手。玉明入体了，丹田灵气正在自行运转。我在入口守着，你安心调息。灵蛇流变快了，我来护持，免得散逸。丹田中的灵力在往上行，境界快突破了。灵气7层，过了。破境如此平稳，倒是少见。5玉和鸣果然有调和之物。5玉的震动传到地面了，上面有些碎石落下了。甬道没有坍塌迹象，只是表层碎石震落，结构完好。那就好，这石室年久，经得起5玉和鸣，足见当年造石之人的手段。这枚最大的绿玉，凹槽比另外2个深了半寸。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凹槽底部还有刻纹，但已经被磨损了，看不清楚。等回去后，我对照古图再查查。好，5玉已经齐聚，我们可以原路返回了。我把石室的壁面刻痕和地脉变化都记录下来，回去好向真人禀报。走吧。此行收获超出预期，原本以为能找到1枚绿玉便算功成，不曾想一下得了3枚。更难得的是5玉齐全时那场共鸣，引动了你破境。这种机缘可遇不可求。5枚绿玉同源共鸣，确实超出了我原本的预料。不过方才在地下石室中，那枚最大的绿玉凹槽底部有磨损的刻纹。柳师兄说回去后要查古图对照，我记着呢。回古之后，我以消音阁秘传的拓印之法试试，能否将那些磨损的刻纹复原1、2。那接启程吧，趁天色尚早，先走出这片丘陵再歇。
5枚绿玉中，3枚来自冷泉谷地下石室，2枚来自鸣沙岭，材质完全相同，纹路走向也一致，但大小和刻痕的深浅各有差异。差异在何处？这枚最大，玉色最深，表面刻痕也最密集。方才在地下室时，它与我的残谱呼应的最强烈。最大那枚凹槽底部还有磨损的刻纹，若能将那处出刻符文复原出来，说不定能找到下一住处。先吃东西，东西到手了，线索跑不了。陆师兄说的对，离冷泉谷越远，5域之间的共鸣就越稳定。离那处阴脉节点远了，反而没有干扰了。这说明绿域共鸣基于阴脉节点，距离节点越近，共鸣就越强，但更易受到地脉崩动的干扰。距离越远，共鸣反而更加平稳。那回到青阴谷后，你打算将5域都嵌在听载听栏上？我想先请沈老看看，5枚绿玉尺寸不一，嵌入琴身需要重新设计开槽位置，若贸然全部嵌上去，恐怕会影响琴身的平衡。明日到谷中，我先去拜见真人，禀报此行所得，再去乐器坊找沈老。我算了日子，你们差不该到了。此行如何？贵师姐，此行收获颇丰。冷泉谷地下石室中又有3枚绿玉，加上之前鸣沙岭带回来的2枚，如今5枚绿玉已齐聚。5枚集聚，这可比预想的好太多了。顾师姐，萧音阁那边我已传讯回去报过平安，师门让我在青阴谷多留几日，协助凌晨整理此行的发现。那则好，真人方才传话说你们回来后先不必急着去见，各自休整一日，明日辰时去静心渊禀报敌即可。真人料事周到，那我先回居舍洗漱。六师兄，谷中给师兄安排了哪间居舍？玄律真人让陆环替我安排在内门客角，离你的居舍不远，有什么随时可以过来。那便好，师兄，我打算这会儿去乐器坊找沈老，看看5面绿玉如何嵌上听兰琴。师兄要一同去吗？正好我也想见见这位住了40年的老江人。走吧。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。冷泉谷回来了。沈老，弟子此行带回了3枚新绿玉。萧音阁的弟子，倒是有年头没见过。萧音阁的人来串门了。晚辈柳无素，萧音阁内门弟子。久闻青阴谷乐器坊沈老造琴手艺独步一方，今日得见，荣幸之至。客套话不必说了。绿玉呢？拿来看看。材质一致，纹路同源，确实是成套的东西，只是大小不一，薄厚有别。嵌入琴身不能简单照办。弟子也是这般想的。想请沈老看看，如何在听郎琴上重新开槽安装这5枚玉。5枚玉要嵌得恰到好处，
既要让他们各自与琴身贴合紧密，又不能相互干扰震动。沈老可有思路？有倒是有，不过需要多花几日功夫，琴身还得重新调整一次平衡。你先把琴留下，7日后过来取。7日便7日，那这7枚玉也一并留在沈老这儿。放心，7日后过来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好琴配好玉。5枚玉要嵌得恰到好处，既要让它们各自与琴身贴合紧密，又不能相互干扰震动。沈老可有思路？有倒是有，不过需要多花几日功夫，琴身还得重新调整一次平衡。你先把琴留下，7日后过来取。7日便7日，那这7枚玉也一并留在沈老这里。放心，7日后过来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好琴配好玉。对，按照山脉封堵图上的标注和5玉共鸣的指向，下一柱节点应该也在1000里左右。等琴成之后，我以箫音配合你的琴音，或许能将共鸣范围再放大一些。5玉已齐，只差琴成。娘留给我的路越来越宽了。5道槽节深浅不一，与绿玉的厚薄完全合合。5枚玉大小不一，强行开同深的槽，嵌进去不是松就是紧。我按每一枚玉的实际厚和弧度逐一凿槽，确保每一枚嵌进去都严丝合缝。琴面摸上去平整如初，完全感觉不到开槽的痕迹。开槽之后用同色漆料补过表面，再以细砂打磨3遍。你若不用指尖仔细摸，根本看不出槽位在哪儿。沈老，弟子可将绿玉嵌上去试试吗？本来就是给你用的，嵌吧。这张琴已经不只是琴了。5玉嵌琴，琴身已成为绿玉共鸣的载体。以后你弹琴，琴音里自带玉名，好好用它。此琴已成5玉齐鸣，你且弹一段归元引的完整旋律，让本座听听5玉共鸣的功能。5玉共鸣之下，归元引的音传得远比之前远。你能感知到音讯撒出的方向吗？琴音送出后，有5道回响从不同方向返回，其中1道来自我记的冷泉谷方向、鸣沙山方向，另外3道分别在东南、正尾和西北偏西的方向。3道新回响，
也就是说，除了已知的2处节点，还有3处绿玉节点等待搜寻。5道回响对应5枚绿玉，每一枚绿玉都指向一处节点。恐怕正是如此。西北偏西那道最弱，也许是因为距离最远，或者地形遮蔽太甚。不管怎样，有了方向，就有了下一步的目标。东南方向这道回响，与我之前整理的旧大河合。100年前曾有弟子在那一带见过类似的青色古玉，位置在苍梧涧一带。苍梧岭离青阴谷多远？从舆图上看，约800里，比鸣沙岭近一些。我方才对照了霄阴阁的古谱，上面也提到过苍浦岭，说那里有一处名为回音壁的天然石崖，音波撞上去会折转多次，常被上古深入用音讯转之地。天然回音壁，若有人在那附近藏了绿玉，倒是合理。苍梧岭比鸣沙岭和冷泉谷都近，地形也相对缓和，但那一带近年来有散修出没，你们若要去，得留个心眼儿。散修，什么来路？旧档上没有详细记录，只是3年前有外门弟子路过苍梧岭一带，曾远远见过几顶帐篷和篝火痕迹，修为不高，但人数不少。散修不成气候，只要我们3人同行，寻常散修不敢招惹。那则皆将苍崩秦当为下一处目标，先不急动身，等我把5玉附入后的秦姓摸透了再说。白天在静心谈时，琴音还有些生涩，像是玉与木之间还在相互磨合。今夜再谈已经顺畅了，沈老的操对忒精准，玉与木之间几乎没有空隙，震动的传递毫无损耗。东南方向那道回响，比白天清晰了一些。苍浦岭灵方向的绿玉还在那里，没有被人取走。那便等琴性完全稳定后，择日启程。林兄，你这琴上多了什么宝贝？怎么还发光的？绿玉，此前外出游莲时寻得的。我祖父当年走南闯北，只见过1枚绿玉，还只是残片。你这琴上嵌了5枚，林兄，你这琴要是拿到外门练功场上一摆，怕是连长老都要多看2眼。琴是用来弹的，不是用来摆的。梁兄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外门夜度小考刚结束，我侥幸过了关，升了凝气3层。想起你好久没去膳堂吃饭了，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又闷在屋练琴。恭喜梁兄破境，我这几日确实一直在磨合新琴。正好，你来听听这琴的音色如何？绿玉，此前外出游莲时寻得的。我祖父当年走南闯北，只见过1枚绿玉，还只是残片。你这琴上嵌了5枚，林兄，你这琴要是拿到外门练功场上一摆，怕是连长老都要多看2眼。琴是用来弹的，不是用来摆的。梁兄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外门夜度小考刚结束，我侥幸过了关，升了凝气3层。想起你好久没去膳堂吃饭了，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又闷在屋练琴。恭喜梁兄破境，我这几日确实一直在磨合新琴。正好，你来听听这琴的音色如何？2日了，琴性磨合的如何？
我看看。秦父的共鸣腔没有因为开槽而受损，反而因为武玉迁入后，在秦身内部形成了新的震动回路，共鸣比之前更加厚实。弟子也感觉到了。谈到低音区时，琴身底部的震动比从前绵密了不少。五玉棋局的琴，老夫着了一辈子琴，头一回接手。你且记住，这琴如记住，这既是勋器，也是法器。琴身承受住五玉皇力，反而会震裂。弟子谨记。每隔半日，以干布蘸少许桐油，擦拭琴面，尤其注意绿玉周围的木质部分，避免干燥开裂。申老，弟子记下了。东南方向那道回响，已能分辨出地形轮廓。苍浦岭一带确实是阴脉节点所在。而且那处节点保存的比冷泉谷更好。何以见得？回响绵长且稳定，说明那处节点安好运转。冷泉谷那处回响虽然因有杂波，说明部分装置已损。苍湖岭这道回响从头到尾干净通透，没有杂音。弟子也注意到了，那道回响的余韵绵延很久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折射了好几次才消散。天然回音壁，顾师姐说的那处石崖，恐怕就是用来延长、很放大音心的。五玉嵌琴后的琴性已基本稳定，回响定位也清晰可辨。你打算何时动身？弟子想再等3日。这3日每日以归元引朝苍梧岭方向放出音讯，确认那处回响的位置没有因天时变化而偏移，然后便启程。稳妥起见，如此安排最为妥当。陆恒，你做好随行准备。柳无闲那边由本座去说。弟子遵命。